自从上次戴安叫花生酱不要再给自己打电话后不久，两人的生活都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。花生酱因为节目而人气再次大火，每天出入于高端的酒会，而戴安则待在波杰克的家里，穿着脏兮兮的浴袍，抽着烟，想不出一点好点子。戴安看到了从新墨西哥州回来的波杰克，和他打招呼。卡洛琳用扫把戳醒了在游轮上以奇异姿势睡着的波杰克。比这更离谱的是，波杰克居然把船开在了自己的阳台上。波杰克告诉卡洛琳，要是制片厂要告自己，就拿房子来抵债，爷现在是自由的海鸟。波杰克摆烂的样子让卡洛琳无语。卡洛琳说他们不会告波杰克，因为电影已经拍完了。虽然卡洛琳也不知道电影是怎么拍完的，我猜测应该是之前龟太伯所说的合成技术吧。不过现在的重点是波杰克必须马上换衣服去孤儿院，因为胡闹的小马的版权费已经足够建一座新的孤儿院了。卡洛琳称呼波杰克为英雄，对于孤儿院的孩子们来说，波杰克的确算得上英雄。孩子们天真灿烂地唱着波杰克是大善人。波杰克感谢孩子们给自己唱的歌，不过他还是强调自己可不是什么大善人，这是自己唯一做过的好事，还是因为偶然促成。波杰克的性格大家还是知道的，我不知道那些说新的一天加油的人们都是怎么加油的，我不知道。所以他对着孩子们说出这句丧气十足的话时，周围的人都惊呆了。福特酒吧里，陶德和哥白尼似乎相处得非常融洽，哥白尼的屁屁笑话让他折服。陶德真想知道他哪来的这么多奇妙想法。哥白尼告诉他，当你真诚地活在当下，他们自己就会找上门来。陶德学着对方转动红酒的样子，结果把巴菲晃了一桌子。哥白尼邀请陶德去他的轮船上做副手，一起在公海上旅行。陶德兴奋地答应了。龟太伯一看到波杰克就没好气地说，这不是浪费了我5万元的傻蛋吗？波杰克表示抱歉，想问问自己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偿的。龟太伯表示，都拍完了，你和我说这些？显然他之前的考虑是有用的。龟太伯真的使用了之前的人脸扫描技术，甚至电脑合成的波杰克镜头感更好，可以说是魅力十足。到最后，龟太伯直接把所有的镜头都替换成了他。波杰克意识到，这样就意味着这部电影里根本就没有自己。龟太伯则说，等人们看到你的表演，就会和丹尼尔·戴·刘易斯相形见绌，甚至开始讨厌他。AI 波杰克就是这么牛，如果质疑的话，就去试映会看看这部电影，咱们可以聊一聊。卢塔贝格向卡洛琳展示自己租的写字楼，卡洛琳已经开始了畅想未来。一通电话打醒了他，卢塔贝格的老婆让他晚上一起去看芭蕾舞剧。卡洛琳不敢相信，两人都已经一起睡了3个月了，都准备一起开公司了，而卢塔贝格还没有离婚。卢塔贝格觉得这件事和没有结婚的卡洛琳来讲真的很困难，接着毫不在意卡洛琳的情绪，就这样走了。但一听到他说爱自己，卡洛琳又一次心软了。波杰克在家收拾垃圾时遇到了回来的陶德，两人的气氛有些尴尬，毕竟波杰克辜负了陶德作为最好朋友的信任。陶德告诉波杰克自己要在外面住一段时间，去曾被称为喜剧游轮的哥哥号。波杰克尴尬地问陶德关于他毕业表演的事，陶德告诉他那已经是2个月前的事了，你错过了。面对波杰克的道歉，陶德问了他一个问题，还记得自己第一天搬来的那个早上吗？波杰克看样子是不记得了。陶德告诉他，当时自己很高兴能住在一个可以做煎饼的地方，于是自己就一直做，波杰克也一直吃。直到有一天，波杰克因为吃了太多了而发火，于是就追着自己跑，最后跑累了就在泳池边睡着了。醒来后告诉陶德，谢谢你的煎饼，下一句是滚出我的家。说完，陶德委屈地捏着煎饼铲，不管怎么说，现在自己终于要搬走了，如波杰克所愿。波杰克告诉陶德，老实说，没有我你可能会更好。陶德叹了口气，但是两人也曾有过快乐的时光。向波杰克保重后，陶德告诉他自己希望他能想办法开心起来，真心的。当波杰克还想说什么时，回头发现陶德已经离开了。卡洛琳可太难了，现在又要叫醒在躺椅上睡着的戴安。他告诉戴安，自己和卢塔贝格准备开新的事务所，想要雇佣戴安来帮名流写推特。戴安不明白为什么卡洛琳要帮自己。卡洛琳告诉他，只要自己的生活一团糟时，就会强迫性的照顾别人。卡洛琳不愧是女强人，总是会用工作填满自己。陶德已经顺利登上了哥哥号，但是他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已经中了资本家的圈套。哥白尼不准备给陶德付工资，只是让他打白工，美其名曰精力和历练比金钱值得。而陶德的起居室就只是一个脏兮兮的潮湿小隔间和地上的破烂床垫。哥白尼告诉陶德，自己也住这样的破房间。卡洛琳终于收拾完了东西，准备离开朝气。两人走到外面，准备来一堆
堆豪言壮语，结果却得知绿蛤蟆老板中风住院了。卢塔贝格不分场合的邀请大家摸他又大又多毛的部位，这下好了，两人彻底无路可退了。哥哥号上，陶德和大胡子一群人看到了许久不见的布莱恩，他看上去状态并不好，胸前的等级牌也很低。陶德觉得自己可以找哥白尼交流来解决布莱恩的问题。来到哥白尼的破烂起居室，陶德发现了惊天大秘密，哥白尼的房间里有一个秘密通道，通向一个豪华大床房，桌子上还放着101个屁屁笑话的书。陶德突然意识到哥白尼是个骗子，此时哥白尼就在身后，吓了陶德一跳。哥白尼让警卫将陶德丢到好的而且市区，陶德已经被定义为了危险分子。电梯里，卢塔贝格还想和卡洛琳拨一下嘴，卡洛琳告诉他自己不想这样了。卢塔贝格嘲讽道：“你一个40岁的大龄剩女，难道还有资格挑三拣四吗？错过我，你还想遇到更好的，肯定会单身很久很久。”卡洛琳作为时代独立的女性，严肃地告诉眼前这个渣男：“你要这样想，就别去我的公司了，所有文件上都签了我的名字，没有你我也能行，祝你好运。还有，我的名字是卡洛琳公主。”波杰克看完了荧幕上自己的脸拍完的电影，说实话，真的还不错。龟太伯让波杰克准备好明年的档期，绝对会拿奖拿到手软。接着，龟太伯介绍了一名人称奥斯卡鬼语者的女性，让波杰克准备着手获奖感言。观众走过来夸奖波杰克表现得真勇敢。波杰克表示他们根本就不喜欢自己，他们甚至不了解自己。安娜告诉他，就是因为不了解才会喜欢。据研究表明，了解一个人到临界点，就会觉得这个人很古怪。波杰克问他，那就是说当一个人很了解我的时候，就会讨厌我吗？安娜告诉他，不是这样的。波杰克意识到了什么，觉得自己现在就是在浪费时间，接着飞奔出去。他坐着自己的逃离洛杉矶号，奋力追上了哥白尼的哥哥号，他要接回自己的挚友陶德。波杰克的餐厅里，戴安收拾干净后，与第一季大家都很熟悉的那只性感海豚见面。性感缇娜给戴安提了一堆要求后转身就走，戴安懵了，你这语速这么快，还真是惜字如金啊。忽然餐厅里响起了熟悉的声音，是刚给人签完名的花生酱。两人好死不死的正好对上了眼神，打了个电话确认自己没看错。花生酱问戴安，你在科尔多维亚过得还好吗？接着递了个台阶给戴安，告诉他应该回家帮自己找电池，自己需要他。两人就这样在电话里假装还和对方遥隔千里，但是戴安终于是放下了悬着的心。舞台上的表演来到尾声，波杰克啪的一声打开了门，大声告诉陶德自己是来带他走的。已经被降级的陶德有些神志不清，告诉波杰克自己不能走，需要建议。波杰克告诉他，那好，我来给你提建议，你叫做陶德，今年24岁，住在我家沙发上，你总能从我身上发现闪光点。现在你被洗脑了，认为这里是你的归属，但不是，家才是你的归属。当众拆穿了即兴表演者的传销套路后，陶德幡然醒悟，两人立刻冲了出去。就在陶德即将通过爬梯到波杰克的船上时，哥白尼出现了。他问陶德，你所谓的朋友毁掉了你的摇滚剧，虐待你，然后让你在院子里只用一根水管洗澡，这个从认识那日开始就没对你说过好话的人，真的是你的朋友吗？大胡子他们也过来说大家才是一家人，他们以为波杰克毫无胜算。波杰克忽然说到土豆饼，其他人当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波杰克告诉陶德，你来我家的第一天做的是土豆饼而不是煎饼，你一直做我一直吃，然后我吐在了泳池了，看到我吐你也吐了，因为你吐了所以我生你的气了，但是你说我会清理干净，那我清理干净了吗？陶德问波杰克，波杰克回答他，你没有，我找了水池清理人员清理。陶德笑了，接着说，谢谢你让我住在这里，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。波杰克继续讲，我还记得你说那句话时就自我感觉良好，自己不是很经常有那种感觉，让你留下和自己一起住是自己有意做过最棒的一件事。 And I don't think I ever told you that, but I should have, because you're my best friend, Todd. 哥白尼听完两人的对话后表示，如果波杰克刚才的话是即兴表演的话，那还真是大气层级别的。回去的海面上，波杰克接到了卡洛琳的电话，他告诉波杰克，吉尔皮埃尔特别想见他，以及赫比的骨灰，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，想问问波杰克要不要。波杰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结果下一秒骨灰盒就被摔碎了。波杰克将修好的骨灰盒放在了赫比的画像前，他将孤儿院的画像换成了赫比的。他告诉院长，赫比喜欢孤儿，结果因为打错了字变成了赫逼，甚至院长还花重金搞了个赫逼的牌匾和 T 恤。波杰克生气地走到一旁，陶德安慰他，
或许赫比会觉得很有趣，你居然连他的名字都能搞错，不过也没差啦。波杰克问陶德要不要去地中海风味餐厅吃饭，陶德开心的同意了，夸赞波杰克真是自己肚子里的蛔虫。就这样，在第2季的结尾，波杰克再一次决定改变自己，依旧还是从跑步开始。波杰克瘫倒在了草地上，这跑步差点没要了他的老命。阳光忽然被遮挡，那个喜欢跑步的老者出现在眼前，他告诉波杰克，一切都会变容易的，每天都会容易一点点，最难的只是坚持每天跑步。说完，老者离开了，波杰克默默点了点头，他明白了，这就是坚持才是胜利。